你有过性幻想吗？这不是废话吗？你好奇过不同性格的人在对待性的态度上会有什么不同吗？国外的一位畅销书作家 Hedy Priep 有做一个1700多人参与的调研，让不同 MBTI 性格的人打分自己性质高低更分享自己对于性的观念与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6人格都分别是怎么说的。我会挑一些比较有趣的分享，邀请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探讨探讨，里面是否有一些规律，这些兴趣的背后可能有什么原因。我们从调研中性质最高的人格说起。第一名 ESTP， 打分7.6分，满分10分。不过要提一句ESTP 的样本量真的很小，1700多人里只有10个 ESTP 参与了调研。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我对很多事情都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且我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外向人。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愿意去探索自己的兴趣。不过当我这么做之后，仿佛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大门。我很有冒险精神，乐于尝试，而且我总是喜欢用新的方式去激发我伴侣的兴趣。我是 ESTP， 哈哈哈哈。从3号的回答大概能想象为什么只有10个 ESTP 参与了调研，有可能就是觉得写一大段话来表达自己比较麻烦。第二名 ESFP， 打分7.19分。我对新的体验保持开放，我似乎总是会在肉体之上寻找更深层的连接。我喜欢把性看作是一场表演或者一场秀，就好像我可以根据我现在的情绪和处境做出任何我想做的表现，可以去服从，可以去主导，可以表现得像个艳星，也可以表现得无辜纯情。外情感觉让我想去主动的给，而不是被动的拿，因为我喜欢通过五感去触碰、去感知，像是前戏中的抚摸、品尝、嗅觉，对我来说都比直接做更能让我兴奋起来。ESFP 和 ESTP 兴致最高，倒没有太意外，因为喜欢向外去体验，用身体去感知、去表达的人，更容易归到 ESP 人格中。我最近在看埃里士的性心理学中，也提到，性唤起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生物层面、身体层面的，也就是你眼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摸到了什么，乃至闻到了什么。用身体去直接获得体验本身，相对更接近 ESP 人格的舒适区。不过后面的分享中我们会看到，有的人格好像对性的身体层面的兴趣很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ESFP 有特地提到连接很重要，那种个人的连接，这在 ESTP 的分享中提的不多。第3名 ENTJ， 打分7.02分。我觉得作为 ENTJ， 我在床上非常的自信，但是我喜欢提前知道床事是什么时候。不过我不太容易自发的想到性生活，以至于我的 ISFP 丈夫和我会把它提前规划到我的日程表里。作为 ENTJ， 我总是在领导他人的位置，或者至少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床上，我发现能够扮演完全相反的角色，特别的棒，特别的放松，也就是让别人来掌控我。尽管找到一个愿意在床上主导，但是在其他方面顺从的伴侣并不容易。什么？竟然床事也要搞时间表的吗？第二个 ENTJ 的分享也很有意思，因为性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有时候会允许一个人暴露出自己性格中一直压抑的那部分。就像第二个 ENTJ 的分享，所有人都觉得我的性格很强势，我在外我也是一个领导、一个主导者的角色，但是在性的方面，我反而喜欢扮演相反的角色。第4名 ENFP， 打分6.92分。我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我想去经历生命中的一切，包括性。我很容易兴奋，就像典型的 ENFP 那样，所以我总是全力以赴，用我全部的热情和活力。但后来的某一刻，可能突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我的性格中充满了探索精神、热情以及和人深度连接的愿望，因此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希望去和能够激发我情感的人分享的。我应该不算在性的上面特别活跃的人，但是我有超多的性幻想，主要是关于那1到3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ENFP 的分享里也有提到深度的连接。不过整体来看 ，ENFP 虽然和 ESFP 一样都相对乐于尝试，但是似乎抱有的期待非常高，甚至乐意投身到幻想的世界中去。相比之下，现实实践反而没那么活跃，这真的很有意思。在性心理学中也有说到，一个守身如玉的人反而他更容易有性幻想。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性欲就像一个人身体里的一股力量，他要么走身体这条路出去，要么走精神这条路出去。仅仅是粗暴的去压抑它，最后反而会出问题。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是也很适用于我们人格中平时压抑的部分？第5名 ENTP 打分6.83分。作为 ENTP， 我在卧室内总想尝试新的事物，也让我很快试过了所有正常的情趣手段，于是开始用鞭子、口球、数据等等等等。另外，我会尝试更改不同的地点，打破常规的那种，也会制定不同的计划。有时候尝试主导的那方，有时候尝试服从的那方，这些都源自我自我探索自己兴趣的渴望。我在尝试新事上从不犹豫。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对我来说，在性方面，如果有人主导我，告诉我该做什么，让我听话，那是非常让我喜欢的。因为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驯服。反差又来了。第2个 ENTP 平时很不喜欢被约束、被规训，但是在卧室里关起门来的时候，却反而喜欢这么做。整体对比一下 ENP 和 ESP， 他们总体来说都很乐意尝试，但是从分享的内容来看ENP 似乎更强调探索不同的方法甚至场景，而 ESP 则更多的强调体验或者身体刺激、身体表达本身。第6名 ESTJ 打分6.60分。我可能会非常执着于最终的结果，甚至有时候不太在乎整个过程。我不喜欢去做那个发起攻势或者主动进攻的人，而是会让我的伴侣主导，告诉我他想要什么。一旦告诉我了，我很乐意去顺从。我最讨厌的是不得不去猜测对方想要什么。我喜欢双方开诚布公的沟通。我总是会认真研究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不会只是临时起意去尝试某些东西。相反，我先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去学习技术、位置或者小技巧，最后才会去尝试。ESTJ 的分享听起来就很认真就是我不要猜，我要确定的结果，我也不要临时尝试，我明确学会了我再来。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的愿望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儿得做得漂亮，目标得达成。工作中如此，床事上也是这样。并列第6名 ENFJ 打分也是6.60分。对彼此的兴趣保持开放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去批判是与伴侣性生活中最关键的部分。我可能不会愿意去做所有我的伴侣想做的事情，这对我的伴侣而言也是如此。保持开放的态度和去倾听以及信任你的伴侣也是有相同的态度，这才是健康的交流与信任的标志。我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人类和生活。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不会从事任何肤浅的、缺乏情感的事情，这适用于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所以我要带你约会，那绝对是一场了不得的约会。我没办法仅仅说一句走，我们喝一杯吧。到底是为什么 ENFJ 分享的这么像是情感导师怎么做到的？感觉他们就站在一个比较大的甚至集体性的角度分享自己的兴趣，像是第一个 ENFJ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健康的交流与信任，而第2个告诉我们一切取决于我们看待人类与生活的方式。
不过也能看到，在 ENFJ 的分享中，伴侣的感受与伴侣的交流是被重点反复强调的。去约会、去建立关系，也是他们觉得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应该投入很多精力时间去做的事情。第8名 INTP 得分6.25分。我仍然是处子之身，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其实并不急着投身于一段关系中。如果我能遇到一个真的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人，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好像他们叫这个叫做半性恋，我不清楚。不过我自己倒是有很强的性欲就是了。我几乎完全活在自己脑内的精神世界，这让我和肉体的关系非常的脱节，甚至让我害怕肉体之间的关系，尽管我渴望他们。INTP 的分享画风骤变啊，调研中 INTP 是性质最高的 I 人，倒是有一点让人意外。不过性质如果不等于实践，或者单纯局限于肉体层面的性质的话，那也不是不能理解。第一个 INTP 说的半性恋的意思，说的简单点就是基本没什么肉体方面的性的欲望，特别是对陌生人的。也就是说啊，他们建立亲密关系呢，往往是基于相处起来足够舒适，而和身体层面的吸引力关系不大。第二个 INTP 分享也有点差不多的意思，不过不要搞错啊，这一定不是说这种半性恋他们就不喜欢好看的人，而是这种好看甚至性感对他们来说很可能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欣赏，而不会激发性方面的欲望。我们到这里也看完了性质排名前8的人格，里面有7个外向的人格，1个内向的人格。外向在哪怕性的方面主动性都更强一点，也说得通。但是这里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性格类型在性偏好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很复杂、很侧面的，它有所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是未知的。就像前面的分享中，对吧？ ENTJ 是一个相对更喜欢去管理外界的人，那有的 ENTJ 呢，确实也在管理性生活，连床事儿都加到了这个日程表上。但是有的 ENTJ 呢，反而在性方面喜欢扮演服从的角色，什么都不操心，当那个被管理的人。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更了解自己的兴趣，甚至人类的性癖啊，除了 MBTI 这个比较旁敲侧击的角度，更得结合性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我前面有提到埃里士的性心理学，就非常的推荐。埃里士是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一生都致力于人类性行为和心理的研究啊，和弗洛伊德并称人类性学研究的2大泰斗。但是千万不要搞错，他和弗老师很不一样，他很不喜欢把性去理解成一种被压抑的羞耻的东西，而是不带批判的去深入的研究探索性当中的各种奥秘。这和划分16人格的初衷有一些异曲同工，都是在告诉大家，你与别人的差异不是你的异常，而是你的不同。而且性心理学这本书特别的全，你知道吗？就是从青春期的性冲动，一直到性的各种形态包括 SM恋物癖等等都有，一直探讨到婚姻乃至性是如何升华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在一边读一边调研，看这个调研嘛，然后我读了之后再看调研的分享，带给我很多崭新的理解和视角。而且因为我看的是这个读课3颗钻专家伴读的版本，就是每一章都会有教授给我总结好了关键点，有一种我在读原文之前就已经预习了一遍，长好脑子的感觉。就是阅读的体验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看剩下的8个排名。第9名 ISTJ 打分6.21分。我像典型的 ISTJ 那样坚持传统，这意味着我很赞同传统的性别设定乃至一夫一妻制。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找到那个适合的男人，并且嫁给他。而对我来说，好女孩不该主动去追求自己的兴趣，不该透露出自己喜欢性生活，甚至不该说自己渴望性。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开始打破一些所谓的规则，做我想做的事情。
坦白说，我希望我有更多的体验，而且更外放，更愿意去尝试新东西。说到 ISTJ，总会有一种他们很传统保守的印象，但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是有渴望变化、渴望尝试的小火苗的。人格之间的区别啊，并不是 ENTP 有这个小火苗，ISTJ 没有。而是 ISTJ 更容易去压制这个小火苗，更难去自然的投身其中。这对每个人格的第4功能都是一样的。并列第9名 ISFP 打分6.21分。作为 ISFP， 我真的超级喜欢性生活中的体验感，而且它让我可以不需要语言就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连接。我曾和一个 ISTP 结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对性的渴望变低了。他在情感和表达上的匮乏，总是让我失去兴致。我感觉我有点迷恋催产素。作为一个重视情感的人，性的中间有一部分像是最纯粹的连接。我的性格有的时候让我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些挣扎，但是在性生活的表达中从不这样。我觉得我擅长的是用身体表达自己。第2个 ISFP 提到的催产素是由脑下垂体腺的后叶分泌的，就是主要是运动或者受到了性刺激之后会分泌，大抵就是让人感觉比较温馨啊，降低压力。在性心理学中，有把脑下垂体就比喻成一个乐队的队长，因为它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各种生物本能的源头之一。从目前的分享来看，我们好像能看到 SP 往往容易提到不需要语言的身体体验本身，有点像是对人类动物本能的一种欣赏，而 FP 似乎更容易提到情感连接，比较私密有深度的那种。我还蛮好奇后面 FJ 人格可能会提到什么。还是并列第9名 INFJ 打分6.21分。我的性格可能抑制了我的体验或者我的欲望，因为我总在忙着过度分析或尽力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我永远没办法真正放松下来专注当下。即使我床上躺着我相处很久的伴侣，要让我感到安全和信任也非常的困难。我是一个基于想法的人，任何根植于肉体层面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比如身体上的快乐本身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其实我真的很想看到一篇讲解 INFJ 与性的文章，我现在已经足够大了，所以仍然缺乏欲望，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忍不住会想，是不是我在青春期跳过了必要的性成熟阶段？我看了这2分享，只想问，到底 INFJ 里谁在打高分啊？因为分享内容说的都是抑制欲望或者没有欲望，有可能是抑制太多，反而压抑了很多。从分享中倒是可以看出 INFJ 主导心理过程 NI 的影子，也就是他们总是去看向远方，而无法去很好的放松在当下。还蛮想听听比较能察觉到自己欲望的 INFJ 现身说法的。第12名 INFP 打分6.16分。我喜欢尝试新事物这个想法，但我很少主动去尝试不同的事情。不过如果我的伴侣主动提出了，我不介意试试看。我担心如果我主动提议某些事情会导致尴尬或者冲突，尽管我的担忧从未发生。我最主导的心理过程似乎让我对性以及我对他人的期待变得过于复杂。我很担心被伤害，我也担心我自己的纠结最后反而会让我心碎。我真的很想和接纳我的人在一起，而不需要担忧被他以任何形式批判。上一个在分享中提到自己担心什么的是一个 INTP， 担心自己处理不好身体层面的关系。我们呢似乎能看到一个倾向，就是 IP 人格的分享蛮容易提到自己对于外界的担忧或者不胜任的。INTP 担心关系， ISFP 说自己在对外表达上挣扎， INFP 说自己担心被别人批判。
从人格类型的角度，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所有 IP 类型的共通点都是他们更熟悉自己的个人评价系统，而外界的评判系统对他们来说是在舒适区之外的。第13名 ISTP 打分6.13分。我觉得性格类型对我的性体验有很大的影响。我不太乐意去做不真实的社交互动，哪怕是独自待着，也好过去为了有人陪伴而强迫自己去接触他人。我没办法去假装自己，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人格中的这部分影响了我的兴趣，特别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真实算是最基本的条件。所以，除非产生了真实的连接，否则我不会考虑性生活。作为一个 ISTP 女性，坦白说，我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力去做勾搭新朋友这么麻烦的事情。其次，我和我的 INTJ 丈夫很幸福的在一起，尽管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些男人很有魅力，通常是一些名人。我没有兴趣在婚姻外寻找任何性满足。总的来说，我讨厌甚至反感大部分的人类。感觉和之前 IP 的人格还是有一些像的，都表达出了一种我有我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去按着他人外界的规则走。不过单从分享来看ISTP 的分享看起来没那么内耗，就很干脆 OK 我不要，所以我不做，或者索性就是我讨厌大部分的人类。14名 ESFJ 打分6.03分。作为一个 ESFJ， 我对待性的观念非常的传统。我相信最棒的事情就是等到结婚之后才有性生活。不过我有一些其他性取向和性观念的朋友，我不会去因为这个而批判他们。但个人而言，相比于性生活，我更喜欢给我爱的人准备一杯茶，除非他不喜欢茶，而喜欢别的东西。我觉得我倾向于是一个取悦者，我总是想确保我的伴侣享受这个过程，我甚至会牺牲我自己良好的感受，如果对方更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哇，这看得莫名有些心疼，竟然要牺牲自己吗？可能每个人在任何关系中都会有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嘛，毕竟关系就是要互相磨合的。但是直接把自己总结成一个取悦者，看的还是至少蛮让我心疼的。目前提到传统的2个人格都是 SJ 人格，但我希望大家知道 SJ 并不等于守旧，反而恰恰是更容易受到成长环境日复一日的塑造和熏陶。就像性心理学中所说的，其实不同的文化塑造的性观念是有所差异的。相比于根据一套观念评判行为好坏对错，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观念的源头在哪里。有的文化中很传统的观念，在我们的眼里反而可能是非常叛逆的。第15名 ISFJ 6.02分。所有性生活中的行为以及他们伴随的情感都非常的浪漫。我觉得这无关于性本身，而更多的是知道我在取悦我的伴侣，缓慢但是热情，充满眼神的交流，彼此真诚。我觉得你伴侣的性格会很大程度影响你对于性的体验，因为有时候相反的性格会彼此吸引，但是也有时候他们会彼此排斥，所以这会非常取决于你们的性格是不是匹配，你能不能适配对方。怎么目前 FJ 人格的分享中都在频繁的去表达出这个伴侣很重要呢？都在说伴侣比性本身更重要，难怪除了ENFJ， 其他 FJ 人格似乎兴致都不高。而且 FJ 人格的分享中很少看到我喜欢什么。ENFJ 分享像个情感导师， INFJ 撑死了就算在做自我剖析，而 ESFJ 和 ISFJ 都重点在提伴侣如何如何，和开始的像 ESFP 的分享有很鲜明的对比。ESFP 都直接说，哎呀，我喜欢无感之类的体验啊等等。第16名 INTJ 6分。作为一个 INTJ， 我在所有事上都会计划到最小的细节，想太多几乎就是我的天性，这也让我对于自己的兴趣非常的了解，但有时候我难以放下其他的事情，去投身于当下床上的快乐。
首先，我不认为 INTJ 是没有情感的性冷淡，我只是需要那个正好能击中我的人。尽管击中我并不容易，一旦我遇到对的人，他会引起我非常强烈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让我觉得足够安全，以至于我愿意暂时放下思考的大脑，那他就会见到我激情的一面。第一个 INTJ 说的和之前第一个 INFJ 说的很像哦，都是没法投身于当下去体会床上的快乐。对 INTJ 来说，确实在旁观者或者外界眼里，容易察觉不到他们那种深刻的情感和隐藏的激情，但他们自己一般是知道的。这对 ISTJ 来说也是同理，算是这组人格最容易被他人误会的事情之一。看完了16个人格对待性的分享，你有找到一些共鸣或者发现什么规律吗？你愿意的话，欢迎能在评论区也分享你对待性的态度和观念。最后，我想把埃里士在性心理学中我特别喜欢的观点分享给大家。我们无论是把性钉在耻辱柱的最深处，还是把性当成吃饭喝水的流程，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就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它并不只是男性和女性发生的物理关系，而在个人的成长乃至文明的延续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前提下，性的欲望是我们从青春期开始就要学会相处的朋友，而不是洪水猛兽。